上回我们说到，年轻的汉武帝在马邑之谋中丢了脸赔了钱，但他却成功撕毁了和平协议，按下了全面战争的启动键。但是当那只战争猛兽真正想跑起来的时候，刘彻发现他的脚下全是绊脚石。大汉帝国这台机器运行了60多年，由于文景之治的无为而治，系统里积累了大量的 bug。 最大的 bug 有2个。第一是诸侯王，这帮姓刘的亲戚在地方上拥有独立的财政权、人事权，甚至铸币权，他们就像一个个独立运行的国中之国，根本不听中央的调度。第二是豪强与旧官僚，他们垄断了帝国的财富和话语权，却不愿意为战争掏一个铜板。刘彻很清楚，要想打赢匈奴，他必须先在内部进行一场系统重装，他需要把分散在诸侯手里的权力和分散在豪强手里的钱全部收归中央。但这依然是个死局，你想收权，7国之乱的教训历历在目，搞不好就是内战；你想收钱，那就是与全天下的既得利益者为敌。作为一个皇帝，他不能亲自下场去抢，他需要有人替他干脏活。于是历史的聚光灯打在了2个来自社会的底层身上，他们一个是落魄的中年愤青，一个是在固执堆里窥探死亡的屠夫，他们将成为汉武帝手中最锋利也最肮脏的帝国黑手套。今天让我们拆解大汉历史上最完美的阳谋推恩令和最恐怖的统治工具酷吏政治。公元前127年，一个叫主父偃的中年男人走到了未央宫的大门口。在这个男人身上，你看不到一点儒家君子的温良恭俭让，他只有满脸的戾气和写在眼底的野心。他前半生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学纵横术没人要，向家里的亲戚借钱没人给。在被全世界抛弃之后，他悟出了一个道理：丈夫生不无顶时，死既无顶烹饵。男人活着要是不能吃上最顶级的富贵饭，那就死在最残酷的刑具里拉倒。带着这种亡命徒的心态，他1天之内给汉武帝投递了9道奏书，所上书9封，其8封为律令。他在奏折里写道：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帝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得失，十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这些文字直接戳中了刘彻最大的痛点：诸侯王太强了，怎么办？以前的晁错给出的方案是削藩，简单粗暴，直接抢地盘。结果呢，逼反了7国。他给刘彻献上了一套无法防御的阳谋——推恩令。什么是推恩令？简单说，就是以爱之名行杀戮之事。按照汉朝旧制，诸侯王死后，只有嫡长子能继承王位和土地，其他的儿子什么都没有。主父偃建议陛下，您要仁慈啊，您要推恩啊，为什么只给嫡长子呢？其他的儿子也是皇室血脉啊。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帝侯之。不如下一道命令规定，诸侯王死后，嫡长子继承王位，但必须把土地切开，分给其他的儿子们建立侯国，而且这些切分出来的小侯国不再归诸侯王管，直接归中央政府管。主父偃献上的是一个让诸侯们避无可避的政治死局：以私恩列地，分其子弟，而汉为定制封号，不削而弱，诸侯内部裂变。这是一场利用骨肉亲情来完成的绝户计。对于老诸侯王来说，这是在谢主隆恩的欢呼声中，眼睁睁看着自己被亲儿子们分而食之。这听起来很残忍，但对那些常年被打压、被边缘化的庶出儿子们来说，这却是他们等了一辈子的机会。以前他们只能当富家翁，现在他们能当国君。谁要是敢反对推恩令，谁就是在反对自己亲儿子的前途。都不用皇帝动手，诸侯王家里的内部矛盾就先炸了。儿子会逼着老子分家，弟弟会逼着哥哥割地，这是一个无法停止的链式裂变。大的诸侯国被切成几个中等，中等的再被切成无数个小的。几代人之后，曾经拥兵自重的齐国、赵国缩水成了几十个只有几个县的小点。曾经能和皇帝分庭抗礼的庞然大物，就这样在子孙的感恩声中悄无声息地崩解了。不动一刀一枪，没有流一滴血。主父偃用人性中的贪婪和公平，彻底瓦解了困扰大汉帝国60年的封建顽疾。这就是赛博历史学眼中最完美的阳谋。搞定了诸侯王，权力收上来了，接下来要解决听话的问题。刘彻需要整个官僚集团像机械臂一样精准执行他的每一个意志，谁敢有迟疑，谁敢有异议，必须清楚。这时候第2只黑手套登场了，他叫张汤。如果说主父偃是阴谋家，那张汤就是一台没得感情的法律收割机。他出身刀笔吏，从小就喜欢审判老鼠，在他眼里，人命只是案卷上的一个数字。汉武帝重用张汤，开启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酷吏政治时代。什么是酷吏？不是说他们喜欢严刑拷打，而是说他们只为上不为法。
法律在他们手里不是正义的准绳，而是皇帝清除异己的兵器。张汤最可怕的发明是一个叫腹诽的罪名。什么叫腹诽？就是肚子里毁谤，你嘴上没说，你也没行动，但我觉得你心里肯定对皇帝不满，这叫思想罪。最著名的受害者是当时的农学专家大司农严毅。严毅是个老实人，因为反对发行一种叫白鹿皮币的敛财工具，得罪了汉武帝。有一天有客人来访，谈起朝廷的新法不好，严毅没有附和，只是微反唇，嘴唇微微动了一下，露出了一丝不以为然的表情，这就够了。张汤抓住这个微表情，意不应微反唇，汤奏义九卿见令不变，不入言而腹诽，论死，直接定罪。你虽然没说话，但你的表情出卖了你，你心里在骂皇帝，罪名腹诽，判决死刑。严毅的死让整个大汉官僚集团脊背发凉，这是一种恐怖的静默管理。从此以后，朝堂之上再也没有人敢对汉武帝的任何决策说半个不字。公卿大臣们见到汉武帝，只能像磕头虫一样唯唯诺诺，甚至不敢直视皇帝的眼睛。通过主父偃的分，汉武帝切碎了诸侯的身体；通过张汤的杀，汉武帝切除了官僚的大脑。大汉帝国终于变成了一台只有一个大脑，其余全是执行意志的集权机器。腹诽罪只是封住了百官的嘴，但刘彻真正想要的是全天下的钱。战争机器一旦启动，每天烧掉的钱都是天文数字。当时大汉的财富全掌握在那些冶铁、煮盐、囤积、居奇的富商豪强手里，怎么把这笔钱合法的抢过来？张汤这把屠刀从朝堂挥向了民间，他给汉武帝量身定制了一套大汉朝的财富清零计划，算民与告民。什么是算民？简单来说就是超级财产税。朝廷下令，全天下的商人、高利贷者，甚至普通有钱人，必须主动向国家申报财产，按比例交税。但有钱人都不傻，谁会老老实实把家底亮出来？于是大家纷纷做假账，藏现金。面对这种全社会的软抵抗，张汤的应对方案是告民。所谓告民，就是鼓励全天下人互相举报，只要你发现邻居、亲戚、老板隐瞒了财产，你去官府告发，一旦查实，被告发的人财产全部没收，并且充军戍边，而没收来的财产分给你一半。这是一场用底层人性的贪婪来摧毁中产阶级财富的完美阳谋。整个大汉帝国瞬间变成了一个互相监视的猜疑链，伙计举报老板，邻居举报邻居，甚至连奴婢都去举报主人。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合法洗劫中，张汤把法律变成了最高效的掠夺工具。史书上记载了这场运动的结局：中家以上大抵皆预告，阳可告民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破。全天下中等以上的富户几乎全部破产，无数的铜钱、粮食、奴婢、田地像海啸一样涌入了汉武帝的国库。至此，刘彻不仅拿回了全部的权力，还榨干了民间的最后一滴油水。主父偃和张汤帮汉武帝干完了所有的脏活，他们权倾朝野，他们风光无限。但黑手套的宿命是什么？是当脏活干完之后，被主人嫌弃的扔进垃圾桶，甚至还要被踩上一脚，来证明主人的手是干净的。主父偃的结局极其讽刺，他利用推恩令逼死了齐王，结果被齐王那一派的人反扑。汉武帝知道主父偃有才，但他更知道主父偃已经成了全天下的公敌。为了平息众怒，为了收买诸侯王最后一点人心，汉武帝毫不犹豫地杀了主父偃，并且是族诛，全家杀光。那个发誓要无鼎食的男人，最终真的实现了他的预言，无鼎烹。张汤的下场也好不到哪去，他得罪了丞相庄轻敌，被诬陷贪污。最了解汉武帝的张汤在狱中没有做任何辩解，因为他知道皇帝不需要真相，皇帝需要的是一只替罪羊。张汤在狱中自杀，死后家里穷得连口棺材都买不起。刘彻听说后流了几滴眼泪，然后立刻提拔了张汤的儿子。看，这就是帝王术，用你的时候你是刀，不用你的时候你是鬼，杀了你还能再用你的血来染红我的仁慈。主父偃死了，张汤死了，但他们的遗产留了下来，推恩令依然在自动运行，诸侯王们在几十年后彻底变成了路人，酷吏政治依然在延续，大汉的官场从此养成了一种唯唯诺诺的奴性基因。此时的汉武帝站在未央宫的顶端，放眼望去，四海之内再也没有可以阻挡他的力量。诸侯跪了，豪强怕了，大臣哑了，系统重装完成。但这还不够，这只是为了那台战争机器加满的第一香油，因为在北方的草原上，那个真正强大的敌人正在磨刀霍霍。汉武帝转过身，看向了那个一直沉默寡言的年轻人卫青。